吴亦泽最新的比赛，继续来关注世锦赛资格赛的第4轮，对阵史蒂文斯。今天的开场有些惨烈啊，妥妥的是一把逆风局了。一上来对手的状态很好，吴亦泽迎来了一个0比4的开局。上一集刚刚逆转了一局，比分来到1比4。来看这局上手的情况，小半台的乱局，红球的话优势很大，对于进攻是特别有利的。其实吴亦泽最近的状态保持得不错，在第3轮他以10比4的大比分拿下了江俊，强势的晋级，状态非常的饱满。吴亦泽这种球风呀也是很犀利的，跟赵心童和司佳辉他们几位选手呀是特别相似的。今天一上来的状态调整的并不是太好，所以说进攻的节奏被对手打乱，连丢了4局。但随后经过中场休息的时间，调整回来了。这个球型强行的突破，可以看到边库右侧这几颗难点无疑都是很大的。第4轮的话晋级之后就是正赛，现在晋级到本次世锦赛正赛的中国选手有卓伟龙与赵心童，从资格赛打进正赛了。以及今晚的话，很多年轻一辈的选手都晋级在第4轮了。今晚还有一场德比对决，是雷佩凡与高阳。这次的世锦赛晋级正赛名额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性的中国金团进入世锦赛正赛的人数吧。最多的一次应该是6位选手闯入到了世锦赛正赛。现在包括种子选手肖国栋、司佳辉、丁立辉还有詹达以外，已经是挤满6位，今晚还可以再保1位。雷佩凡与高阳的胜者，其余的话还有吴亦泽、庞俊旭、贺国强与王雨辰这4位。直接过来 K 了一下红球，这杆特别大胆呀！现在已经迎来了超分，这杆调整出来，球型有了破百的机会，左侧的中带也是够用的。单库等起来，继续回到刚才的落点，太细腻了。吴亦泽这种球风也是极其的充满观赏性，很多球迷也特别喜欢他的风格。在这个赛季他拿到了2次亚军的成绩，现在应该是排在第25位的世界排名。最后一个红球，这个角度很好，可以去衔接粉球，稳稳的推进，没问题。打进这颗红球也迎来了破百，去吴亦泽的心态还是很不错的。这局拿下破百，今天的话机会绝对还是有的。登上来这边的咖啡球力度很不错。史蒂文斯呢也是一位老将了，在早年期间吧也是很出名的。天哪，球开干法了，白球4库，衔接粉球，还要看准度。张俩库过来，最后这颗黑球绝对是发泄了一下压力，暴力的击飞了。这样的话比分暂时的来到了2比4。吴亦泽的抗压能力能有多好？0比4的开局打出了2连的破百，展开强势的逆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锦赛资格赛的第4轮，吴亦泽对阵史蒂文斯。今天妥妥的一场逆风局啊，非常考验吴亦泽的抗压能力。整场比赛在刚开局，吴亦泽的状态着实是很不对的，不断的失误也导致比分一路的巨大化。在经过4局制的一个中场休息，做出了很强势的调整。这杆直接来 K 了，这个 K 球将桌面的球形彻底打散，颇有莽夫之勇啊！这种快枪手的比赛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欣赏的，观赏性是很好的。国内的几位年轻选手，像吴亦泽、司佳辉还有赵心童，他们3位的球风呀，
是特别相似的，就打出了痛快的流畅的能间比赛约举不的图。这边下来可以处理右下的几代。今晚的资格赛第4轮，无疑则这轮中国选手特别多，还有一场德比对决是雷佩帆与高阳。高阳呢是同赵欣彤一样同外卡，第1轮资格赛打上来的，状态都是很不错，可以说国内的年轻选手在这一届的世锦赛人才辈出了，有很多的黑马。到现在为止，正赛中国选手晋级的名额能保证有7位，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历史人数。以前最多的话，在世锦赛是有6位中国选手参加，今年可能会更多。这边接连的 K 球，单杆的50分，吴一泽的状态在最近保持的是很不错的。上一轮的晋级以10比4大平他拿下了湘军。这个开局只能说是吴一泽一上来的状态没有调整好，但后期调整的很不错。A 球的角度可以再来带一下红球，选择了单颗星来校位。左边的底带还有。双方的第2阶段呢，在12点钟开始。这次的对阵签表还没有出来，但是前16的选手比赛的时间段已经出来了。李宇辉呢是在2月2号的晚间，随着李宇辉出阵的还有火箭，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很久没有看到奥沙利文的比赛了，相信我们也都很期待。还有3颗红球，处理掉左边剩下的2颗红球的话，右侧底带就有杀球点的。其实这一次的世锦赛资格赛来看，赵欣彤与吴一泽这2位选手其实是最佳具有潜力值的感觉。单库再抓右边的底带，打击黑球，成功的完成破百，上一局就是破百，2杆的连续破百轰出，相信他的自信也会低很多。上来踩球的部分非常规整，这种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球员日程一杯的练习球，非常稳。眼珠上来咖啡球的角度稍微有点小了，还要看准度。高分之后果然是秀了起来。4库的白球，手摆位的中带，这种球风真的是颇具观赏。再来绕台，这2杆着实也是在暴击对手的心脏。没问题，这样的话继续将比分拉近，期待在第2阶段能够调整好状态，一举拿下比分。来看这杆吴一泽在逆风局当中的超强大心脏逆转，打击红球连打带 K， 这个效果直接就决定了胜局。这局的话落后40分才有了机会。正在进行的世锦赛资格赛的第4轮，对阵的史蒂文斯，今天的开场有些惨，0比4的开局，逆风局。这种开端呀，真的很考验我们国内这些年轻选手的抗压能力，尤其是像吴一泽这种进攻犀利型快枪手的风格，很考验心态。这种进攻较好的选手呀，都是要在状态好的情况下才能打出自己的节奏感，单方面的去统治整个比赛的节奏感。到现在为止，世锦赛从资格赛打上来进入到正赛的选手已经有2位了，是赵欣彤与周跃龙，再加上前16的4位中国种子选手丁玉辉、肖国栋、詹达、司家辉。在今晚的话，除了吴一泽，还有一场德比对决，是高阳与雷佩凡，还有1位保晋级正赛。这样说的话，已经有7位选手正晋级到了正赛的名额当中，已经突破到了历史的最高人数。
以前国内军坛最高晋级到正赛的选手人数是6位，今年还是有很多的，尤其是今晚吴一泽的这轮晋级赛，还有庞俊旭、王雨晨，很多年轻的选手都达到了第4轮。这也可以看出呀，国内的年轻力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更加的强势。这边中带还有3颗红球，这局想要逆转，关键还是在右边、古边这2颗。其实在吴一泽最近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上一轮的话是以10-4的比分拿下了江俊，那场打的还是很有看点的，轰出了很多杆的破百。这个角度很大，但没有过多的犹豫，直接60来连打带 K， 效果可以说是完美的。打进一个黑球就完成了超分。里面上来我们看彩球的部分，利用这颗黑球来调整的话，角度不太好，这个落点稍微有些尴尬的，还是过来去拼一杆准度。很可惜呀，但现在已经完成了超分。我们来看对手，这杆黄球的角度是想去藏咖啡，但意外来的也是很突然，白球直接掉带，选择了放弃。吴一泽的准度能有多好？看远台，漂亮，这杆真的是太准了。继续来关注世锦赛的资格赛第4轮，对阵史蒂文斯。现在比分来到了5-7，还落后2局。但今天的吴一泽状态确实调整的不错，0-4的开局，后面的力挽狂澜，将比分持续的缩短。我们来分解一下吴一泽的数据。战探这局拿下了6局，比分是6-7，这局也是一杆完美的破百。6局的话有4杆破百，2杆的50加。这个数据怎么说呢？真的有些感觉吴一泽在开局的落后，非常可惜。今天一上来第一阶段，吴一泽的状态着实有些不好，打了个0-4的开局，给到了自己很大的压力。现在是双方的第2阶段的第4局，打完这局呢，又有一个短暂的中场休息，还可以给双方球员再去做调整，然后就要分出胜负了。对手打的也很棒，第2阶段一上来，现在为止是打了4局，两人分别打出了2杆的单根制胜，真是没得说呀。而吴一泽拿下的这2局是2杆破百，现在真的就是看谁能够扛住压力。这边抓过来，篮球的左中，接连的处理球形，剩下的这个局势还是有些难度的，需要强大的纠错去调整它。这次世锦赛打到现在，成功晋级的中国选手是有2位，分别是赵欣彤和周跃龙。吴一泽今晚的话，他们这个最半区吧，中国选手颇多。还有一场德比对决，高阳与雷佩凡。大角度上来，继续篮球的右中。这次的世锦赛正赛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最高人数了。在以前的世锦赛，中国的选手最多到正赛的仅有6位，到现在的哇，加上这轮晋级的一场德比，可以保证有7位选手成功的晋级到正赛当中，可能还会有更多。今晚除了吴一泽，中国选手还有5-6位依旧在赛场上。继续抓过来，左边的底带，这杆想要破百底库的红球还是颇有难度的，这个角度要先下来处理难度球。吴一泽的球风还是很洒脱的，他与赵欣彤、司家辉这几位可以说是颇具一格，全部都是用犀利的准度
这种进攻的球风也是很有观赏性，所以他们这几位选手感觉更加受球迷们的喜欢。调整上来，打进黑球，又是一杆破百，完成了4杆破百的豪华数据，仅打了6局的比分，单杆的突破能力着实是很强。感觉第2阶段的话，吴亦泽会稍微占一些优势。长局制的比赛呢，史蒂文斯的年纪也蛮大了，体力上有可能会跟不上吴亦泽。吴亦泽的话是03年的，今年也就21岁，非常年轻，也是特别的具有潜力。在这个赛季他已经拿到了2个亚军的成绩，现在排名应该是来到了25位。踩球的部分并没有什么难度，手摆位。最后还有一个小彩蛋，来看这颗粉球，这个角度特别简单，但吴亦泽偏偏上演了一个节目效果。本届世锦赛到目前为止最震碎人心的9比9决胜局，打进篮球完成超分的吴亦泽大喊科莫。这句呐喊不仅是战胜对手的庆祝，更是战胜自己的一种压力释放。这场比赛可以完全说在后边全都是来拼心理战，看谁的心脏能够挺住。来看落后40分拿到的上手机会，这个球形非常凌乱，球形遍布四周，红球。这场比赛从第1阶段的0比4落后开局，再到吴亦泽比对手率先拿到3个赛点，又到现在来到9比9，来到决胜局。2位选手共献了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也是本次的世锦赛资格赛打到现在最后一局比赛，双方是最后的一轮晋级战，一场。2位贡献的这场比赛绝对也是足够精彩。基本下来看红球，左边这颗右边这颗处理完之后的话，桌面的红球已经没有很好的角度再去做衔接了。向上来 K， 左边的贴库球没问题。世锦赛资格赛到现在为止，中国选手已经晋级了夺位，分别有赵心童、杜伟龙，还有刚刚记忆的吴亦泽、雷非凡等，已经突破了史上中国选手晋级到正赛当中的最多人数。来看这杆直接调整翻带，剩下的2颗边库球全都是大心脏的突破。可以说打到这里，吴亦泽最终战胜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相信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呀，也能对他的职业生涯往后能够带来更多的自信和信心。再来翻带，连续2颗红球翻进，只打到这里啊，比赛的精彩程度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黑球下来，这局的话要到打到篮球才能完成超分，粉球是绝杀。还有一颗难点，咖啡球的角度，这杆绿球要去抓到2至3库来调整。关键的时刻手还是稍微松了一下呀，但有时候球运是与实力并存的，利用篮球成功的形成了一杆防守，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一幕。来看史蒂文斯的解球还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角度不用说9比9的决胜局了，换在平常这颗球都很难有选手去选择突破，吴亦泽选择拼了，并且效果还是出其意料的好。对于这场比赛下来，史蒂文斯表现的也非常好，作为老一辈的球员，绝对是打出了精彩的比赛，奉献给大家。篮球的挑位没问题，超分球粉球是完成绝杀，他妈太振奋来的一刻。也可以提前恭喜吴亦泽晋级到了本次世锦赛的正赛当中。10比9